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我们过去都有听过一个响定，叫做2027戴维森窗口。结果没有想到，到了2026的今天，美国的情报总监的办公室丢出了这一份报告，叫做2026的威胁评估报告。这报告一出来之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2027中共不会打来。原因是因为中共没有能力可以打来，而且在美国的防卫之下，美国的介入之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份报告出来，谁头最痛？当然是中国的头最痛。因为那我之前回头看，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现在的中共的军力，我的解放军到底是成了什么样子？现在你看到他在大清洗之后，他的军委只剩下2个人，而且每个专家都不见了。我们之前已经讲，雷达专家、核武专家、飞弹专家都离奇的消失。这时候中共才发现，原来2027这东西根本是假的，我中计了。而为什么美国要丢出来，就是因为要把中国拉进这场军备竞赛当中。而且更可怕的事情，当你中国军备竞赛越来越强盛的时候，你会使全球甚至你的邻国很害怕。很害怕的情况之下，大家都跑向了美国这里，他们大家都在骂中国。所以今天2027，我们直接讲一句非常白，这根本就是美国设下的圈套，让中国傻傻的跳进去。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台湾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松哥，我们过去一直在节目上面讲过戴维森窗口，而且甚至我们过去谈的时候，明年就是戴维森所讲的2027这个日子，就没想到今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这报告出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中共没有能力可以打来，中共在美国介入之下，他连玩的几率都没有。这让中国觉得非常闷，非常无助。你过去原来是用这一招把我拉到了军备竞赛里面，现在的中国反而越离2027，它越惨的。没错，事实上我们之前都听过一个叫戴维森窗口，大家就觉得哇，那就是中国准备要攻打台湾的时间嘛。那当时的戴维森印太司令的说法是2027年，他说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可能性是在未来6年之内，2027年是发生的一个状况。对，大家想哇，糟糕！所以你看，美国也在准备军备，中国也在准备军备，台湾也在准备军备，就准备到现在为止来说话，结果最新美国情报总监的报告丢出来了，丢出来是什么呢？他现在就直接说没有戴维森窗口，戴维森窗口呢，他说 close。关闭了，关起来了。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没有决定在2027年要入侵台湾。第二个，中国官员认为对台湾2栖作战极具挑战，还有风险极高，特别在美国介入的状况之下，失败风险很高。那有不对啊，那为什么中国这过去几年来说啊，好像也在军备竞赛，美国也在军备竞赛，两国好像真的就是为了要跟台湾在台湾打一仗这样一个状况呢？好，那我跟他讲，中国某些程度来说，他可能中了美国的圈套。对，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戴维森为什么2021年当时那样讲呢？因为第一个，美国的国军本来就是要钱嘛，所以他一定要营造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谁？当然就是中国啊！中国可能会打台湾了，所以国防部要更多的钱，这样一个状况。那你想要中国为什么会中计？很简单一个理由，因为习近平自己本身他的确有侵台的野心，但是或许他没有那个时间表。可是呢，今天有一个人这样的，假设照我问你，今天大谷翔平跟你说，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打棒球的奇才，你会怎么做？我会更加的努力。对，你会说大谷翔平跟我讲，你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我还真的可以跟大谷翔平一样，我好像真的是奇才。对，你会多认真的挥棒，但是挥到有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根本就不是大谷翔平，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美国跟你说，我要2027年你可能会打，到时候你的军力很强，就美国这么强的军力，他就说，我很害怕，你会打，那这个习近平会怎么想？难道我真的在2027年有机会吗？而且我真的非常强，对啊，所以我一定要在2027年怎么样？对，而且他本来就有野心嘛，就这样野心被这样调拨之后了，他就认为说，那我应该加强了这个力道，或许在2027年我可能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对，虽然这几年他或许没有设定时间表，但是他认为说，搞不好他有机会挑战。美军都这么怕我应该可以挑战看看。所以过去几年看，不断的在砸钱发展军力，这个包括说像这个发展核武力啦，发展空军的歼20啊，这样弄对啊，航母一大堆啦，下水饺的这个船只啦，飞弹一颗一颗的这个建造出来，所以看起来大有挑战美国之志啊。就没想到后来呢，爆发的事情，为什么爆发的事情？
因为你在过去几年来说，你强军的太猛之后，后遗症全部爆发。对，什么爆发？贪腐。因为什么？那么多钱，大家当然就能 A 就 A 嘛。所以你看，所有的苗华啦、李尚福啦、刘振立啦、何伟东，全部都不见了。军委会洗一轮了，全部都是贪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是什么？因为你要在短时间内，我就讲，你要在5、6年的时间，你要赶过美国，所以你很多东西来说，当然就是速成。速成就讲就是不堪用嘛。你又号称说，习近平要知道说，请问你我们的雷达是不是可以侦测到这个 F-22或是 F-35？报告总书记可以，对，那当然就吹他嘛。但反正你没有用，谁知道？反正这个他们也不知道啊。结果真的没有用。你在委内瑞拉战事，你在伊朗战事，是你的雷达完全没办法去锁定人家。那是在国外嘛，那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先把这个很多军委会的人已经先把钱赚入口袋里面，他们根本不管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说后遗症爆发出来。你在过去几年，你要快速的强军要去挑战这件事的时候，你就遇到了麻烦。所以从某些程度来说的话，真的就是因为一个戴维森窗口的这个说法之后，让中国陷入了自己去军备竞赛的一个魔咒里面。而且松哥，我就觉得2027戴维森窗口最可怕的是什么？他真的把中国拉到了军备竞赛里面。对，军备竞赛里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国防的 GDP 一直在调升上去，你的经济当然会变得差。但是你为了要在2027，不要忘了，习近平前阵子还说，因为川普说G2。他爽的要死，没错，我是大国，所以你可以从里面看得出来，为什么习近平会上钩。对，真的不是没道理。当然了，我觉得目前为止，美国也知道说，习近平他要挑战美国的野心嘛。那你要挑战美国野心，那怎样？就捧。这个捧杀嘛，我就吹你，把你捧得很大嘛。所以你看戴维森当时2021年的时候，他当时在说，这个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在未来6年之内，所以就变成是戴维森窗口。而且你知道吗？戴维森窗口就变成是华府军政界挥之不去。大家讲到戴维森窗口，就是说哇，很糟糕，我们要赶快准备，时间好像紧迫，滴滴答答的响这样一个状况。那他说什么？这一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100周年，所以也就是说，战略专家也认为说，习近平验收这个改革的成果的确没错。好，那2024年的时候，他又说，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印太地区？他就说，他仍然对中国在2028年的活动感到担忧啊。而且不要忘了，这是他2021就已经退役，他讲完退役哦。是2024他再讲一次哦。是没错，他一直不断的讲。对，可其实也不止他讲。我们如果知道的话，美国国会也讲，然后美国总统可能也讲，有意无意这样暗示。那暗示的时候，那习近平那就好卯足全力。所以你看过去几年的时候，都不断的国防预算都是7%的成长，甚至他连今年的这个国防预算都要成长7%。对，那成长你国防预算那么多，当然就排挤到民生。所以为什么很多民生很多人民都说，我们都吃不饱，我们都没有吃得很好啊，你失业了。对，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把钱拿去发展军事。好。那我想，因为你这样状况来说，我们就讲，到底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会说你根本不可能会有戴维森窗口呢？因为很简单，赵你知道，现在的火箭军已经没了，对不对？火箭军以之前美国丢出个火箭军报告，你火箭军没了，对。那现在核报告又出来了，张又侠也没了，报告又起一轮，你全班的专家都没了，你火箭军几乎是全军覆没。请问你这样怎么打仗？另外一个，这个军委会我们都知道说，你看我们这一次看美国跟伊朗战争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肯恩将军每天在那边报告，对不对？然后跟国防部互相合作，然后跟总统这样互相合作，他们3方这样互相联系。问题是现在请问谁跟习近平开会？根本就没有人啊！只剩一个张生明，根本就没有打过仗的经验啦，他是管政战的，所以根本没有人，你怎么攻台？不可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好，你说我要武器，我这个东风系列可以打这个，号称可以打什么关岛啊，打什么？问题是你搞不好发射飞弹出去之后会不会动都不知道。对啊，因为你贪腐严重，你根本完全不知道啊，对不对？按钮搞按不下去。我们之前这个川普不是说吗？他们到达委内瑞拉的时候，委内瑞拉要发武器发不出来，按不出来。他们用的武器都是中国的武器啊，会不会他们也按不出来？当然有可能啊。所以等于是这样的话，他会发现到说，原来多年的努力之后变成是一场空。好，那你要讲说，那为什么中国会陷入这个陷阱？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2021年的时候，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当时是 COVID-19 的时候，对 COVID-19 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直不断的封，那无限制的这个封的状况，中国不是爆发过很多白纸革命？对，那当时那习近平怎么办？习近平当然只好把这个情势往外转。譬如说拉高两岸的紧张程势，对，或者拉高所谓民族主义。那某些程度拉高民族主义的话，收回台湾就是必要。那你既然是吃了这样的大补丸之后，那你讲，你要收复台湾，那你当然要做啊，做怎么做啊？当然就是
军备啊，所以就变成是说，有些当时的时空背景，加上美国的煽风点火、吹波助澜之下，让习近平就彻底走上了这一条强军的路。那为什么我们就说他的这一次的美梦破碎？除了他自己中国大陆本身的，包括说像这个军人都没啦，火箭军全军覆没啊，那军委会没有人啊，然后设备不知道怎么办啊，美国也下了非常多功夫。我们必须说，美国这一次，譬如说这一次他们不是在美国跟伊朗在打这个战争吗？对。那美国在伊朗这次打战争的时候，美国等于是把未来可能台海的想定，它就用在这一次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中国在台海的时候一定进行所谓登陆战。那登陆战来说的话，陆基飞弹打这个中国的船舰可能非常好用，或者说陆基飞弹去攻击中国的第一级都非常好用，因为这陆基飞弹这次都可以发射到300公里嘛，可以穿越过台湾海峡嘛。所以你看，这在实战机会之下测试精准打击飞弹的这个机会。对。那该飞弹比老式的这个陆军 ATACMS 更远嘛，某些程度来说是一种实战的这个测试。那另外一个，他这一次跨越波斯湾对伊朗舰艇的打击，使用的飞弹类型跟美国计划跟中国开战在太平洋使用类型是一样的嘛？对。所以我怎么打伊朗的军舰，就是未来我怎么去打中国船舰的这个类似嘛？对。他等于是他就是在预演未来可能会台海发生的任何的状况，他都在波湾这次的伊朗战争里面实地操演。那另外一个戴维森窗口其实关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美国的情报总监讲到一件事，他说是因为日本。刀是早苗，对，他是说，因为在这是他们报告哦，他说2025年的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事情呢，构成日本的生存威胁局势，随后中日的关系就紧张。对，因为这件事情来说，有可能会授权自卫队参加军事行动嘛。好，如果是这个自卫队来的话，再加上原本的美军，对，中国是完全必败啊。我们讲之前在 CSIS 的这个兵推里面，赵，你记不记得？他们就说美国能够作战成功，就是美国能够使用该地的所有的日本的基地嘛，对，而且日本要参战嘛，对，日本不参战就一定输，那日本来了一定就赢嘛，所以就等于是为什么关闭日本是个非常大的原因。好，那日本为什么会日本对中国威胁非常大？第一个，日本的国力也不在话下啊。再来就是说，日本现在把他们的国防的重心，以前日本的这个国防都是在防北方的俄罗斯，对，或是防北韩。他现在把部队大部分的飞弹调到南边。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讲吗？他在九州不是部署这个反舰飞弹吗？124的反舰飞弹，它不是布在熊本那个地方吗？它可以这个提升到1000公里啊，1000公里，1000公里来说，你可以涵盖中国的主要城市都打得到啊。另外一个，它还有战斧飞弹啊。他不是说美国已经交付了战斧飞弹，然后它可以放在他们的这个神盾、这个宙斯级的这个舰上面吗？过去日本都是手势，它现在变成是攻势。这个对中国来说，它当然第一个时间我怎么敢打？对，我现在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最傻的是我自己。对，没错，因为他为什么？因为如果过去我单独要应付美国的时候，那我好打。问题是你还有日本，而且现在不是只有日本啊，我看现在美军还有这个周边的盟友，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扩军备，对，所以造成有一个什么结果吗？美国这边说中国是个威胁，他们都相信，对，日本也相信，菲律宾也相信。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你看。日本的这个部署在这个九州的124的飞弹，那包括说他们在冲绳啊，在宫古岛这边都有很多的飞弹基地，甚至你看连在菲律宾，菲律宾从最靠近台湾的巴坦岛到他们菲律宾的本土，一直到巴拉望省，这边都有飞弹啊，美国做各式各样的飞弹，尤其是让中国最跳脚是，他们美菲不是演习完之后，他把这个提风飞弹就丢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随时可以攻击你啊，它可以搭载标6啊，还有战斧飞弹啊，可以发射，战斧1000公里，它可以打到哪里去？你看，日本这边有战斧，菲律宾这边有战斧，对，那还有我们台湾的飞弹，我们台湾有111套死亡之弩，对，海马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最可怕的东西，就在我们台湾，我们可以攻击到200公里到300公里以上啊，对不对？那我们搞不好未来如果美国给我们 PRSM， 可以打得更准啊，对，好，那你更不用讲。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跟日本呢，我们就说嘛，这次高市早苗不是去访问美国，他说我们会加入美国的金融系统。好，那事实上加入金融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加入金融系统就是我未来的情报会跟美国互享，对，所以等于是未来的飞弹网跟未来的情报网，美国跟日本会结合在一起。对，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当然有可能在他们的庇佑之下嘛，就台湾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搞不好跟日本的连接在，我们就跟美日的这个飞弹网跟情报网完全连接在一起。所以这可怕是美日台飞完全都搅和在一起，对，情报网、飞弹网都在一起。而且不是有传言嘛，说他们这一次再次在整个这个
伊朗战争里面立下大功的太空军。对，听说他们有太空军有神秘的这个单位要来台湾嘛。对，所以他们就什么意思呢？表示他要把情报跟一些相关的资讯给你分享嘛。那这个当然有助于说，我们就说现在的作战已经是太空军决胜。如果美国都把太空军秘密的派到台湾的时候，当然意味着中国呢更是不可能会战胜的一个状况。体育老师，我们常讲一件事情，在这次的伊朗战事里面，有非常多的外媒都在质疑一件事情：你川普打得刚刚好就好，因为你再打下去，你的弹药会不够，弹药不够的时候，你印太怎么办？你如果中国这时候打台湾，你要怎么办？结果今天这份，我再讲一次，这份报告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2027的戴维森窗口根本就是个圈套，让中国进去。因为在美国的想定里面，2027中国当然不会动，所以我伊朗我怎么打我都没有差。对，美国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就设局挖坑给人家跳。对哦，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戴维斯窗口，其实我跟各位说一个观念哦，所有的军人，不管是你美国军人，或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或是各国的军人都一样，随时备战。没有所谓的说要一个时程表，说几年才要打仗，对，因为明天可能就要打仗，对，或者是说可能过几年就要打仗，因为不管什么时间点都有可能是战争的时间。那你知道戴维森他是作为印太司令，对不对？对，他什么时候接印太司令的？他就在川普的时候接印太司令的。哦2018年川普1.0的时候接了，对，他什么时候要离任？2021年要离任。2021年是谁当选总统？拜登。所以你知道当时戴维森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丢了一个东西出来，就是戴维斯窗口。那你知道吗？其实，在以往来讲，共和党、民主党在执政的时候，在奥巴马时代，在拜登时代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军费方面是困窘的。对，什么叫困窘的？你知道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国防部连约聘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所以你知道美国军人需要什么？需要敌人。对，我敌人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国会要预算，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说啊，再过6年，可能中国会犯台的时候，这时候我美军是不是需要军备，要武装起来？当然，你国会是不是要赶快拨钱给我？这时候不是钱就下来了吗？所以戴维斯窗口它不仅是一个我们讲说不能说是骗局，我们只能说它就是一个在美国的这个军方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获得国家的预算，所以他于是弄了这样的一个借口出来之后呢，结果呢，没想到中国上当了。为什么中国上当？你中国看到美国军备一直在发展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害怕？哪一天会不会轮到我，对不对？这时候中国怎么办？加强军备嘛，我加强预算嘛。你今年来讲的话，中国国防预算不是要增加7%了吗？对。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就是他引诱了中国进入到一个圈套，什么圈套？就军备竞赛的圈套。而当年前苏联是怎么垮掉的？就是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才垮掉了嘛。因为他后面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前面军事要支出，所以这时候，你知道吗？突然间美国又跳出来说，没有2027，不是中国傻在那边了吗？对。所以今天来讲，中国外交部有发布一个声明哦，临界讲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们美国的以往那边搞一个什么中国威胁论的什么这个冷战的思维。对。其实说真的，我评估啦，再过几年，美国可能又出了一个，这不是2027了，2035，可能是2049。反正我就是搞你中国，就是不断的让你中国去进入到我的圈套。对。那这时候你要不要跟？你一定跟嘛，而且各位不要忘记哦，当你美国开始在军备起来的时候呢，你其他的美国的盟邦要不要一起起来？当然要。你看日本嘛，对不对？台湾嘛，我们台湾也是啊。对啊，所有国家跟美国是友好国家，而且甚至于说会怕对中国威胁到了，甚至到东南亚国家这些南海周边的国家，全部都增加军备竞赛，增加军备预算。那这个军备预算起来之后，谁得利？美国军火工业我又赚钱了。是啊，所以其实是这个一石二鸟啦，蒙拉甘水口。美国太坏了吧？这就是真正的美国，所以是你们没有认识美国而已。所以你认识美国的话，你就知道从2战以来，他不断的都在使坏手段。对，这坏手段呢，其实对他来讲是好的，对盟邦是好的，但是对他敌对方，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就是掉入他的陷阱，掉入他的框架。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你要看清楚美国正式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内容，到底他要怎么去处理哦。记不记得上一次习近平跟川普还有跟这个拜登见面的时候，跟拜登在旧金山见面的时候，
他就说过了，我也没有讲过什么2027啊，也没讲过什么2035啊，现在就是说大家这把美丽的误会，误会一场，双方各取所需，所以中国在巩固自己的政权啊，运用民族主义啊，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他就是挖坑给中国跳的原因，是因为让你感到警惕之后，你开始进行军备竞赛，你开始花更多的钱在军费上面，而对于民生经济来讲的话，你就开始剥削他们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国力不会更强，你国力只会更衰弱。国珍哥，我们刚刚提到是2027，原来是美国设下的套，中国完全跳进去才知道这是一场空。但是这个2027也是美国在测试各盟友你的表现、你的心态、你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这一边？其中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叫韩国，它现在基本上已经被美国完全盯上了。为什么？最近韩国跟我们台湾事件，就是因为为什么外交这种电子入境申请表里面，它里面写什么 China， 还夸胡台湾，气炸了，在搞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你知道，不仅仅台湾非常气。美国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连韩国人都看不下去。韩国《朝鲜日报》还讲说，美国此刻正在全力维持大家稳定，甚至美国紧急，其实从德州、从其他地方运天然气给我，甚至要加快用阿拉斯加的石油，不是天然气而已，还石油来解决我们亚太地区的石油问题。结果李在明还在搞抗台。还在嘲笑台湾，结果还要跟中国示好，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现在真正要帮台湾、日本跟韩国，我们亚洲这3个国家的人是谁？美国是美国，所以我们用他的自己国家的人来讲的哦。台湾是做得很好的国家，做这些多事情是要让台湾伤心吗？而且你总是会制造问题，你做这些事情，美国会开心吗？难道你只是想做习近平狗啊？立刻给我改掉这些事情？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朝鲜日报的新闻里面哦，它下面的留言区刷爆一排，在狂骂李在明。因为韩国人受不了，因为韩国人现在陷入很大的问题，天然气不够了，现在说要紧急烧煤炭，要把核电拉到80%，那是不可能，因为核电是多少电就多少电了，所以韩国现在只能烧煤炭，甚至还出了一个馊主意，竟然要去跟普丁讨好，我就搞不清楚了。普丁支持你的北朝鲜，你一直在威胁你安全，你还在想这件事情，所以真的是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不长眼就是他。你看哦，高市早苗现在非常的聪明。为什么日本现在没问题？因为阿拉斯加石油会紧急增加来供应日本的石油，还有现在高市准备要去华盛顿，他怎么样？不仅要去跟川普握手，还重点是怎么样吗？他要保住他的命脉，这招很绝哦。因为阿拉斯加的石油要增产来供应给日本，接下来还有阿拉斯加的天然气，还有休斯顿德州的天然气也会运到日本。那这一些天然气跟石油运过来之后，相对的，它就可以稳住说现在中东整个天然气跟石油的问题。所以高市今天做一件事情，他去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天然气这边签约，他等于是把美国跟日本，他等于是把自己的这个能源生死状都直接拿了上去。我就是赌美国队这里的，对，而且这是战略性长期问题，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中东会打多久，所以它战略解决问题以后，它的石油跟天然气来源就可以分散风险，布局在阿拉斯加，布局在德州。对日本来讲，经济相对的，我们一直在讲嘛，你应该分散风险嘛。虽然波斯湾的石油很多，可是相对你少那20%，你就冲击没想到啊！结果你知道吗？李在明除了搞台湾、掐台湾之外，让韩国人看不下去，他竟然说他的解决方法竟然要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跟石油呢？好，这是最新新闻了，3月19号的新闻，也就此刻正在发生。高市早苗坐着飞机要去华盛顿，结果他现在想要去讨好莫斯科，就再过几天我们就可以看《朝鲜日报》会有一些讨论出来，就是你怎么此刻还在帮助敌人的盟友，你这不长眼嘛？你应该要赶快改掉嘛，所以你不用等，很快就会有人嘲笑他这个行为了，就完全搞不懂状况。而且这只是应急，因为战争总是会结束，到时候难道你要长期买俄罗斯的石油吗？你应该把国家长期战略给搞清楚嘛。未来2027之后，你应该是完全依靠所谓的整个亚太和平，是靠美国跟靠自由盟国这边嘛。所以现在韩国问题要大了，再剩1个礼拜。他可能就要断气了，因为1个礼拜，因为今天的战事越来越严重。对，而且我现在知道我们产业链知道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
美国方面是会全力挺台湾的害气，所以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一件事情，台积电不会没问题的没问题了。倒是韩国，出大事了7天之内可能就要断气了。不过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整个韩国，它即便没断气，它接下来也会产生罢工。所以韩国三星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是工会93%压倒性的决定在5月21号开始罢工，所以他要么先断气，要么就会罢工。可是这些问题都是谁搞出来的吗？其实都是李在明搞出来的，都是他搞出来的。因为李在明在政治立场是比较支持劳工运动的，所以他也是支持这一场罢工的，所以就变成三星要么就是发生罢工，所谓的罢工的问题，要么就会出现断气。那当然断气有可能很少发生，因为他根本搞错方向，找不到支持的对象。所以现在很有趣的现象就发生了，现在人家台湾的股民都怎么说李在明吗？我们现在反而要谢谢李在明。为什么要谢谢他？台湾史上最强的总统，韩国总统是有贡献的，我们真的要贡献他，因为他已经让三星。你看到这个标题，他说史上最强的台股，韩国总统是拉一把的。我们台股这么强，是因为有李在明在帮我们推的吗？对，没错。过去的1年台股涨了这么多，其实李在明算是功不可没之一的对象。当然，我们还要感谢 AI 的发展嘛。对。可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情？要么他的人员政策出了问题，然后要么他的所谓的国际政策又出了问题，还有他国家的治理，三星会弄到罢工，还有三星会发生断气，其实跟他国家整体的发展有关系嘛？对，所以简单来讲，今天当三星、当什么海力士那一些没有相关的气体，又相关又发生罢工的事情，台股的这些什么不管是记忆体或者是晶片这种供应链，又整个都活起来，是这个意思。好，这2天大家会担心说啊，像这2天美光的股价又出现了大跌，大家认为说扩产可能扩过头了，可能大家会担心记忆体扩产太多。虽然黄立勋说讲记忆体扩产多少都没有关系，好，偏偏大家担心的时候，韩国又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要么一个断气，要么它可能会有罢工。对，所以我们大家会怕所谓的台湾的半导体会过剩吗？其实都不用怕，因为只要有它在。他可能一直帮倒忙，包括3500亿跟对美国的关税，他其实也未必还谈定嘛。对，所以本来谈的比台湾好，他现在谈的比台湾还要差，问题还是出在他嘛。所以台股想要继续稳上去，那李在明就继续做下去吧。他继续做下去，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人专门拉住韩国经济的大腿，然后让台湾的 AI 表现越来越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